郑大哥吗？我是小丹。你还给实验中心的测评报告文本已经出来了，测试结果很好。这次来啊，没敢告诉您，我怕您又是提前1个星期睡不着觉了。我爱人家是一码事，人家爱不爱我是另一码事儿。没准啊，哪天人家不爱我了，您和我爸不就是个例子吗？只要您接受的人，我就接受。是您跟这个人过日子，最重要的是您自己的感受。这事儿基本定了，等条件成熟了就操办。喂，大哥，我是欧阳，吃饭了没有？还没，现在不饿。店里上了几个新菜，米饭我也装了1盒，已经让人给你送过去了。你今天就别到外面去吃了。别麻烦了，多折腾嘛。已经送过去了，大哥要这么客气，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去忙了，再见啊。来了。喂，你好，小王。郑先生，这是我们经理让我送过来的。好，谢谢啦。我们经理说了，饭盒过2天再来取。好。啊，那你先走了啊。啊，再见。前面，那东西前面，那东西，哎，快点了！哎，老弟，过来，帮我牵着。你看好队啊，哪个看好队，反正有的是，慢慢来啊，一个一个来。哎，掉了，反正。铁卷，来。出了多少板子？今天发出100多套了，这秋庄稼种上了，这人都闲了，我这生意马上就不一样了。忙去吧。哎，都跑队！哎，跑队！到！我之所以选择在法兰克福大学就读，既陪伴了母亲，又可以在自己家的酒店里稳定打工，这样成本最低、最合理。我知道自己的情况符合留学条件，但是不知道校方是否能同意隔年份报名。如果不同意，我明年就还需要再申请一次。尽管组织一回材料非常繁琐，但这样我以原因又有了1年的相守，1年的幸福。怎么回事啊？哦，洗碗工刚走吗？你别摘呀，这里一会儿会有人来应聘的。妈，我回去之前在您这打工，你把这份洗碗的工钱给我吧。饭店里洗碗工是最累的活儿，你要想干那活儿啊，你就跑堂吧。我不，这挣钱多，我以前都干过，怎么现在不能干了？
放这吧。累了吧？我年轻，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好香啊！你的情况符合留学条件，但是如果学校要是不同意你隔年报名的话，你明年还要再申请一次，得多麻烦。麻烦就麻烦呗，那也得在古城跟元英多待1年。你们以后总得有个打算。没敢想以后，太奢侈了。你们没有长远打算，妈这心呐就放不下。妈，你也知道，在德国留学最大的费用就是房租，其次就是吃饭，这2方面的费用我都省了。我上学的时候就在酒店打工，读书成本最低，每天还能多陪陪您。你当警察，老是让人跟着你提薪。妈，你女儿也快老了，胳膊腿儿也不灵了。用雅文的话说，当个穿警服的花瓶也不鲜亮了，一定会被淘汰的。您啊，就放心吧。以后别在老人面前说你自己老。你妈也是女人，会受刺激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时间这么漫长。在没有原因的日子里，时间居然每分每秒都这么难熬。我只有让自己每天累得精疲力尽，连做梦的力气都没有，这样才能不让自己的大脑去思想，才能缓解思念原因的辛苦。阿兰，哎，小丹电话。哦，小丹姐，哎，留电话啊。谢谢啊。Guten Tag，小丹吗？我是郑建石。郑大哥啊，我在火车上，再有20多分钟就到法兰克福总站了。音箱代理的事儿已经全部办妥了。我到站以后怎么跟你联系啊？那我马上去总站接你。妈，哎，刚才郑大哥来电话了，说我的事情办好了，你把车钥匙给我，我去火车站接他。他还没吃饭，你准备几个好菜啊，千万不要放鱼和肉啊，他是佛教徒持戒的。碗已经洗好了，还没往消毒柜里放呢，我时间来不及了。阿兰，哎，把这个牌子挂出去。哦，好的。这就把我吵了。你等的不就是这个电话吗？也来了10几天了，看我也看了，事情办完之后就早点回去吧。啊，我不知道怎么跟您说。我挺好的，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吧，别让我跟着你操心就行了。那我走了。郑大哥，你好，真是麻烦你了。我让我妈准备饭了，
到了法兰克福，你怎么着也得到我们家店里吃顿饭啊！有什么话咱们饭桌上聊吧。我把情况跟你谈。没问题，我家饭店离这很近，吃过饭以后我送你去机场。你看上去气色不太好。这些天天天都在餐馆刷盘子，有点累吧？你大老远来一趟，你妈舍得让你刷盘子？我10几岁就在店里打杂挣零花钱，家里已经习惯了。好了，我这边擦擦啊。好了。这位是郑大哥，郑大哥，这是我母亲。哦，伯母你好。你好。妈，郑大哥吃完饭还要赶回柏林呢。啊，菜配齐了，你们先坐坐，我这就叫厨房坐去。好，这边请。郑大哥，您坐。好。哎，我来吧。谢谢。代理的事儿，按咱们说好的条件都办妥了。签约现场和音响在店里的陈设，我都拍了照片。我想，也许格力士公司以后做宣传彩页的时候能用得上。格力士音箱欧洲总代理是斯雷特姆贸易公司，德国总代理是柏林格尔斯勒视听电器公司，英国总代理是梅洛林电器公司，法国总代理是巴黎诺尔圣西视听电器公司。音响卖出去了2套，葛贝森懂音响，他买了1套。辛格一看音响师买了，他也赶紧买了1套。花4000欧元的钱，去买15000欧元的音质享受，这个账不用算就出来。这是8000欧元，你收下。太好了，不管怎么说也是开张了。还有一件事儿，米哈根实验中心的测评报告出来以后，詹妮心里有底儿了，委托柏林 HiFi 音响杂志社对格力士音箱组织一次专家测评，也叫主观测评吧。要求杂志社在邀请的评委里，除了德国专家以外，至少要有1名中国专家和1名日本专家，也是增加点国际的含金量吧。有个中国专家，也便于测评结果在中国本土传播。这得花多少钱？好像是55000欧元。现在花钱还是小事儿，问题是这事儿闹大了。怎么了？杂志社收了佣金以后啊，又拓展了思路，打算再征集最多9款音箱，组织一次有偿测评，号称10款音箱大测评，这样就能在一个炉灶上赚更多的钱。当然，其他音箱的参评费要比格力士音箱低得多。詹妮同意了，因为这就成了国际性的音箱测评。格力士音箱再输也是第10名，怎么都是赢。可我担心，这戏做过了头，还是不是元英的本意啊？ Jenny 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尽点地主之谊吗？有尽地主之谊的成分，也有其他的考虑。Jenny 是什么人？没点知进退的道行，能压得住索林特那种场子？私募基金他压了一把，净挣450万欧元。元英的250万欧元，在他手里流通3年。他知道元英是谁，他也需要这个机会。我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所以还是不问他好。郑先生，小戴让给你做几个好菜，可是厨师没做过素斋，店里也没有素斋的备料，所以临时给您拼凑几个，您多包涵。哪里？你们能这么照顾我，非常感谢。您慢用。郑大哥，那就不打扰你了，你慢慢吃，我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妈，一会儿我去机场送郑大哥，这些东西你帮我收起来，放车上不安全。好，上我办公室。
你在店里干了8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去掉2个半天，按7天算，工钱是693欧元。这3000呢是妈给你的，想给你买点什么东西钱，还有来回的机票都包括在里面了，自己喜欢什么买点什么。再看看给欧阳、雅文带点什么合适啊，机票该订就去订了。准备回去吧。这工钱我收，这钱我不要。我跟您说过了，我不缺钱花。挣的，给的，就拿着顶嘴。妈，想一个人就这么苦吗？做人就苦，没有这个苦就有那个苦。你这么聪明，还问这样的傻问题？妈，我一会儿送完郑大哥就直接回家了。柏林那边的事儿我得跟元英说一说，回国的事儿也得先跟他打一招呼。晚上我过来接您。要谈的事太多，我得上网跟他聊。你还没吃饭呢，先去自己吃点饭去。没事儿，我一点也不饿。谁是聪明人呢？叶晓明、冯世杰、刘冰，他们都是聪明人。他们可以不必知道柏林、巴黎、北京能做什么，不必知道韩楚风、Jenny、郑建石是何许人，不必知道资金从哪里来，不必知道人情这东西将来要回应什么。总之，只要有丁元英就行了。他们知道用了一个丁元英，也就用了他的知识、智慧和影响。用了他的能以社会背景一言蔽之的一切可用之处。他们是聪明人，那么聪明与智慧在多大程度上能兼容呢？喂，元英，我是小丹。刚刚郑大哥来过，吃完饭就回柏林了。我送他到机场，刚刚回来。你现在把电脑打开，上到中华佛教网站注册个名字，进到佛法聊天室。
我的昵称叫丑小鸭，你上来找我，我们到文字聊天室用密谈聊。太麻烦了，就电话里说吧。把这么多事情说清楚，得好多电话费呢。能省为什么不省？文字聊完以后，我还可以把你说过的话粘贴下来慢慢看呢。这么不善解人意。好了，我挂了。小丹，我是元英，我已经在包厢密谈里，你可以开始了。郑大哥已经把格律诗音箱在德、英、法3个国家和欧洲总代理4份代理协议签好了，并附带有签字仪式和代理公司的照片。音响卖出去2套，收回8000欧元。这里的事情办完了，我想这2天就直接回去，不从耶路撒冷绕道了，一绕道又得多耽搁几天。你探亲的目的就是陪你母亲，如果你在执行任务，你也能说句“我想你了”就回家吗？反对，条件设置错误，那是没选择，这是有选择。我妈看我心不在这儿，已经同意让我回去了。我想你了，很想。确定回来？确定。我1分钟都等不及了。你生气了？元英，我是警察，就连我这个警察也没有像你那样的完全活在应该里。我们就不能往我想里活一点吗？活得像计算机一样精确，就连接吻都纳入了程序。生活精确到这种程度好吗？对此我有看法，我申诉。喂，小戴，我刚向北京机场售票处咨询过，北京到特拉维夫的航班每星期是2个班次，后天就有1班。北京时间13点50起飞，当地时间21点10分到达。我明天就坐飞机去北京，争取当天能拿到签证，这样能赶上后天的航班。从法兰克福到特拉维夫的航班很多，你根据我的班次调一下时间，咱们在特拉维夫见面。你是不是在赌气？你还是想让我绕到耶路撒冷？你认为我对你说的“我想你了”这4个字可以那么无动于衷吗？我想你了和必要信息储备2条思路不必矛盾，他们的交汇点就在耶路撒冷。但是有个条件，我去特拉维夫不要告诉任何人。5国专家10款音响大测评，这事儿闹大了。咱的音响最次也是第10名，能和这些世界名香一起参加测评，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这些都是表面的文章，对促销音箱也许有点帮助，但咱们的本质呢，还是在替乐圣当托。搞这么次活动得花多少钱呢？尽是些花架子。反正没花咱的钱。丁哥来电话了，通知咱们买乐圣旗舰套件，每个月100套。明天呢，我得找志伟谈这事儿去。这对他们是好事儿，有生意谁不做？这只是你的想法，我要是乐圣啊，就得好好考虑考虑，这些套件放出去，会不会冲击了自己的市场？
那怎么办？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啊，并不表示呢这生意就做不成。柏林5国专家10款音箱大测评计时。格力斯公司的叶总，好。志伟，忙什么呢？哎呀，小明啊，今天你怎么有空来了？快请坐，请坐。来了。小明啊，真是大手笔呀，把格力诗的牌子都打到欧洲去了啊！志伟，我今天是有求而来的啊。我们呢想订购你们的乐省旗舰套件，只要喇叭和分频器，不要接线柱、接线盒和阻尼板，每个月100套，合同期1年。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现在就回去给你做合同文件。每月100套，1年就是1200套，得100多万呢。这笔生意不是我这个分公司经理做得了主的。这样吧，你给我点时间，我向总公司请示以后再给你答复。好吧，我等你消息。店里头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好啊。好，再见。再见。再见。哎。格力诗公司要订购咱们的旗舰套件，量虽然不是很大，我担心这批套件如果放出去，冲击了咱们的市场，就得不偿失了。可是，如果因为我个人的判断失误，放过了这100多万的生意，这个责任我也承担不了。这事我拿不准，得请示赵总。我把这边了解到的格力诗公司的背景和自己的看法写个书面材料，再整理一下跟格力诗公司有关的资料，马上托人带到深圳去。这事儿还是请示些比较好。这事儿我马上找人去办，最迟后天材料就送到总部。有啥问题没有？没问题。啊，没问题，就搁这儿签个字。咱俩一人一份啊，一人一份。公司跟俺打包装的签了合同，俺现在给你下料的钱。看好数量哈，你可得按俺的要求做，不按要求俺可不要。哎呀，你就放心吧。铁墩啊，哎。你那500套音响的箱体可是有时间限制的，你得先紧着那批活干。我昨天啊刚下了400套做寄柜的料，够用一段的。这批活我保证10天之内干完它，不误公司的事。好，这份给你。哎，师姐哥，俺那活忙，俺走了啊。好。我也走了。走吧。那音响板子跟寄柜的不一样，我那板子可能不够，我得回去合计合计，看需要进多少。铁墩，你那儿设备多，安全生产这根线一定得绷紧，千万不能出事儿。我知道了。哎，赵总你好。哎，你好。赵总。哎，方秘书。哎。董事长在里面。在里面看文件呢。进来。董事长，北京有个情况要跟您汇报一下。什么事儿？哈，北京这家公司想订购旗舰套件，只要喇叭和分频器，不要接线柱、接线盒和阻尼板，每月100套，合同为期1年。
一家公司一年吃进1200套，这个量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志伟拿不定主意，就把资料托人给带过来了。我看了看也吃不准，还是过来找您拿个意见。哎，赵鑫，你坐啊。国内权威音响杂志《时代音响》发表了周日涛先生写的柏林5国专家10款音箱大测评的文章，同时还摘要转载了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多家权威音响杂志对这次音箱测评活动的报道。由于参评的音箱大都是世界知名公司的知名品牌，格力士音箱出现在这些音箱的行列里，仅从文字上看，俨然是世界名香了。这么老套的招法居然还在有人用，不可思议呀！这家公司挺能闹的，什么背景？格力士公司是今年3月份开业，当时他们的店铺里只经营音响机架一种产品。他们的总经理叶晓明以前是咱们乐盛在古城的代理商。这家公司从一开业就引起了志伟的注意，因为他们总经理叶晓明乘坐的是北京牌照的宝马轿车，这与小店铺极不相称。志伟根据车牌号通过关系了解情况，这辆宝马车是一辆私家车，车主是正天集团总裁韩楚风，而格力士公司租用的仓库正是正天大厦地下停车场的房子。据说这辆车是韩楚风送给一个叫丁元英的朋友使用，这个人就住在古城。韩楚风在商界里是个人物，这个背景不小。据志伟了解，叶晓明跟丁元英没有关系，跟韩楚风更没有关系。格力士公司是由3个发烧友参加，一个女投资人控股的有限公司，4个人都是古城人，生产基地也在古城。丁元英的女朋友是女投资人的朋友，丁元英因为女朋友的缘故给女投资人帮忙，是这么个关系。这丁元英应该是幕后支招帮忙的角色。丁元英，没听说过这么个人呢。丁元英是韩楚风在柏林大学的校友，一直在柏林工作，后来在北京干过一阵证券，据说是个音响玩家，有一套40多万的音响。格力士公司既没有丁元英的力，更没有韩楚风的力，这种小公司不可能承载他们这种人的期望值。但是这2个人的名字毕竟存在，所以志伟觉得应该慎重。说到底，还是担心放出去套件数量过大，会冲击了咱们自己的市场。格力士公司已经买走了多少套件？志伟查了一下，叶晓明在清理货底时用2对乐盛旗舰调换了6套套件。今年1月份的时候又买进了30套，他们手里应该是36套，能做18对格力士音箱。他们发往欧洲10对，现在手里应该有8对。这款音箱4月份在他们店铺里摆了出来，售价是11600元，喊价够黑的，欧洲价都喊到3万。这种1+1的设计够野的吧？也不怕人行家笑话。斯雷克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会笑话双组分设计，甚至工坊厂家都会支持，这样可以多卖机器。这单生意从我个人考虑，我觉得量不是太大，每月100套，能做50对格力士音箱，不应该对咱们有影响。他们毕竟用的是咱们的单元，这本身就是对乐盛旗舰评价和宣传。况且供货权捏在咱们的手里，根据情况，咱们随时可以给他们断货。给他们，但不是每个月100套，是1年1次的1000套。价格上可以多做点让步，要让他们算起来比每个月进100套划算，往1000套里赶他们。如果是100套的零打碎敲，这点生意就不谈了。他们真想要，就到柜台拿零售价去。你是说，他们的音箱根本就卖不出去？中国音箱没有过硬的牌子，很难打进欧洲市场。万元级音箱在国内也不可能有规模市场，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市场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回事儿。如果按每个月100套的思路去谈，不管纸上写多少，实际上执行的只是第1个月的100套，100套再摊到12个月里，每个月才8套，还谈什么价格和特殊要求啊？给他们1000套，然后等着他们退货，这是一锤子买卖。但是让咱们给他擦屁股，就不是原来的价了。这批货按他们的要求，没有接线盒和阻尼板，也没有贴牌，他们就是想零售也卖不出去，只有退货一条路。这样一来一去，咱们就赚他2回钱。通知营销部认真策划一下，买进6对格律诗音箱，价格可以定高一点，多要几本说明书，多搞几本这一期的 HiFi 音响杂志，根据格律诗音箱在欧洲的事实，再结合咱们的需要，撰写推销词，把6个重点城市的直销店每个店放上一套，把格律诗音箱当成托，把格律诗公司当成乐盛公司的品牌秀，告诉志伟，想办法促成这笔生意，让人家给你做秀，总得给人家批件行头啊。你不供货，他们就去找别人，不能把这个品牌秀往别人怀里推啊。好啊，不管这个支招的丁元英喝了多少洋墨水，没有核心技术和踏踏实实的经营态度，靠玩玄虚的，走投机之道，走不了多远。充其量也就是做秀，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假衣裳。这位丁先生，他还当真了。刘主任，哟，李总，你好。你好，你好。叶总在不在？在里头，请进吧。好，忙着。哎。哎呀，于总啊，你好，你好，你好。您过去。哎，好，小兵啊，你们订购旗舰套件的事有消息了啊？我这里也是刚接到总部的消息，就马上过来通知你。哎呀，你看，你打个电话，我过去就行了嘛，怎么好让你跑过来呢？啊，你是我们的大主顾啊，于情于理，我倒该过来呀。哎，于总可不敢开这玩笑哈，我这刚上道，以后呢还得靠你多帮衬着点儿。我们赵总经理的意思是，既然你们打算签1年的合同，那就不要零打碎敲了。我们一次性给你们1000副套件，按你们的要求，只有喇叭和分频器，在价格上也可以给你们让一让。哎呦喂，这太好了！行，我现在就做文件，通知公司把货款打过来啊。好。想什么呢？即便是双组分的乐盛旗舰套件，格律诗音箱的标价也太高了。咱们还是应该以机会为主，逐渐的向音箱方面渗透。目前这样做太冒险了。这话你该跟丁哥和欧阳雪去说。咱们是小股东，只能跟着欧阳雪走。欧阳雪呢，她又什么都听丁哥的。用丁哥的话说，这叫资本权利，咱们没有发言权呢。欧阳雪说了100万，他都不怕，咱怕什么？现在离明年的北京音响展还有8个队的时间，500对音箱至少要提前1个月组装完，还不能耽误正常营业。组装音箱没问题，小杨挺机灵的，又不是多难的技术，教他就对了。我觉得有半年的时间差不多。总之，到音响展为止，咱们就跟这批音箱拼上了。来，快点来。慢点。哎，小心点。轻点，轻点。
真不知道丁哥咋想。咱这音箱标价11600，连我都觉得太黑了。除了小丹在柏林卖了2对，就是乐盛买走6对做宣传，真正在店里就没卖出去1对箱。东西都堆到仓库里，每个月还得给仓库交租金，想想都揪心。明天啊，你跟小杨抽空，把这装好的4对送仓库去啊。幸亏咱的机柜和音箱脚架走的还不错，要不然真要关门了。如果是100套的零打碎敲，这点生意就不谈了。他们真想要，就到柜台拿零售价去。你是说，他们的音箱根本就卖不出去？我们一次性给你们1000副套件，按你们的要求，只有喇叭和分频器，在价格上也可以给你们让一让。哎呦喂，这太好了！真不知道丁哥咋想。咱这音箱标价11600，连我都觉得太黑了。葛律师公司在平静中度过了9个月，转眼迎来了北京国际音响展示会。在这期间，没有发生过一例普通顾客的消费性购买。显然，丁元英是寄希望于这次展示会，然而叶晓明、刘斌和冯世杰都实在不能相信这里有转机。行了，就这样了。也只能这样，就这1对箱子。这对箱子除了给乐盛旗舰当托，没别的用。20多万呢，我真是想不明白，像咱这种情况，参加这样的音响大展，到底有多大意义啊？要非说有啥意义，好歹咱也算玩过大场面了。以前是参观音响大展，现在是参加，是置身其中。怎么样？哎，你搁这说啥呢？来，哎呀，哎，还行啊，就是东西少了点啊。董事长，你看这样行吗？我不懂这个，你们看吧，怎么都行。我本来就不该来，来了也是个摆设。哎，这么大个事儿，董事长不来怎么行呢？啊！这都布置好了，给丁哥打个电话说一声吧。行了，我现在就给打去啊！来，坐。哎，这个。先关了。丁哥有话，让咱们现在全都回古城开会，2辆车都开回去。我已经给小杨打过电话了，让他马上把店门关了，到这儿来值班。丁哥也真是的，明天展会就开幕了，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啊？非要让这么多人来回走700-800公里，这不折腾人吗？让你开会就开会，哪儿那么多废话呀？既然大哥让回去开会，那咱们就跑一趟吧。我先回房间收拾东西，小杨来了以后，你跟我说一声，我下楼等你们。我拿3分纪念品。
留一份，然后给大哥和小丹每人一份。那好，我先去备车，加点油。好。4点了，等赶回古城，天已经黑了，连夜还得再赶回来。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事儿。如果是一般的事儿，这丁哥打个电话说一声就行了，没必要非得都回去啊。可是啥事儿这么当紧呢？4个人，为啥非要回去2辆车呢？肯定是他认为打个电话咱不一定照办的事，那就是有根本冲突的大事。2辆车都开回去，是不是为了返回的时候拉人呢？如果是为了拉人，那什么样的事儿需要增加人手呢？只有一件事，就是在音响展期间，音箱销售一空，人手忙不过来，大幅降价。是降价，可是它降到什么程度，就断定咱们一定会反对呢？咱们音箱的成本是3290元，赔本销售他肯定不干。那他是什么意思呢？天哪！我突然想明白了，原来他兜这么大的圈子，为的就是这个呀。为了啥呀？市场上都知道，咱格律诗音箱用的是乐圣旗舰的2副套件，如果他把价格降到跟乐圣旗舰一样，或者比它还低的话，那会怎么样？那还用说？那就把乐圣旗舰给顶死了呗。哦。可是乐圣那是咱们能惹得起的主吗？咱要把乐圣给惹急了，以后在这个圈里还混不混了？真够狠呐，也真够阴的。但是他惹错人了。展示会明天就要开幕了，今天召集大家回来开会，是要宣布一个决定。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宣布，是因为布展工作都已经结束，不存在干扰布展的问题。全国最有影响的音响展示会，各个参展商的亮相，都在这关键的3天。格律诗公司能否达到预期的参展目的，也在这个3天。我起草了一个公告，已经打印出来。刘斌，麻烦你给大家念一下。哎。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关于格律诗1号双组分音箱评价销售的公告。继第13届北京国际音响唱片大展音响经销商与音响爱好者云集之际，本公司决定评价销售格律诗1号双组分音箱，公司批发价由原来的7600元降至3400元，降价幅度55.26%。全国统一建议零售价由原来的11600元降价至3900元，降价幅度66.37%。每个城市限售1家音响店，每家音响店限售25对音箱，500对音箱售完为止。本公司对格律诗1号音箱的价格调整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西欧地区。格律诗音箱品质承诺：一、格律诗公司只生产此一款式一版本音箱，没有第2种款式和第2种版本。2、此平价销售的格律诗音箱与西欧销售的格律诗音箱品质完全一致，如有任何差别，本公司将以零售价3900元的10倍给予惩罚性的赔偿。特此公告，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以前在该不该参展的问题上，大家已经有过争论了。
今天我再次重申这一点。会上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吵架，甚至是拍桌子骂娘都可以。但是，如果没有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散了会以后必须要执行。丁哥，那咱们还能剩下多少利润呢？一对音箱是110块钱，还剩3.2%的利润。3.2%，还没有银行的利息高呢。这生意以后还怎么做呀？银行是年息，而公司的资本效益不仅仅取决于利润率，同时还取决于资本周转频率。眼下，即便是音箱在公司的利润率是0，只要王庙村的农民挣到了加工费，那就有了意义。事实上是音响机柜在养着公司。如果我们要想让音箱日后有可能挣钱的话，现在必须要撕开一个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要达到什么目的啊？不这样做，音箱就卖不出去，就不足以昭示格律诗音箱的低成本高质量。我同意降价，但是不同意降到挑起争端的程度。不降到这个程度，就不足以销售一空。如果不销售一空的话，就不足以成事。丁哥，乐盛待咱不薄啊，咱要套件，说句话人家就给了。什么要求都满足，就连价格都给优惠了不少。咱这么做是不是有点恩将仇报，让圈里人戳脊梁骨啊？乐盛和格律诗没有恩典基础，我也没有看出来这是恩典，这不过是买卖双方的一笔交易。如果说是恩典，那么需要报恩的恩典就不再是恩典，还是交易。格律诗是公司，不是江湖道场，不经营恩典交易。那扶贫算什么？不是算，是就是你想做的一件事。如果你扶贫是恩典，是需要农民感恩戴德，那你就进错庙了。这不是民心工程，你也不需要谁的拥戴。丁哥，在北京，我们是外乡人，对乐盛的背景呢，我多少还有些了解。咱格律诗音箱也还依赖着乐盛旗舰套件，不管从哪方面讲，咱跟乐盛找茬，那都是鸡蛋碰石头。这低头不见抬头见呢，以后怎么跟人家打交道啊？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哈，但是肯定会出事儿。我就问丁哥一个问题：出了事儿，谁负责？这是公司行为，由公司负责。这是少数人的行为，露骨点说，是你的个人行为，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能代表公司。这是股权行为，是超过半数表决权的决定，由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作为依据。只要你加入了公司，就意味着你承认和遵守这些规定。那我想问问丁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你帮忙，也可以不请你帮忙呢？可以，如果你们不需要我了，我就不代表你们了。如果欧阳雪允许修改当时约定的出资条件，我这就可以退席。我不允许。董事长，你要有自己的立场，你要是没立场的话，我们就得陪着你一块当傀儡。你们可以不需要找大哥帮忙，这是你们的权利。但是我委托大哥做我的股权代理，这也是我的权利。我想问问叶总，如果大哥一退席，我就懂音响市场了吗？我就不再是傀儡了？你刚才说到立场，我什么都不懂，我怎么有立场？当初如果不是大哥答应帮我代理股权，就是再能赔得起的数，我也不会出1分钱。1分钱也是钱，也得先有了信任再说吧。好吧，我执行董事会的决定，但是我保留意见。公告日期定在第2天，避开第1天的预热期。考虑到销售展开以后可能会人手不够，欧阳、世杰，你们可以分别从店里调一些员工过去帮忙。这个期间的工资由公司负责发放，食宿安排好，注意安全。世杰店里人少，
我店里人多，从我店里抽调几个就行了。不用不用，你第二日出仨，我第二日出仨。世杰就别抽调人了，我找2个朋友帮忙，一来都懂音响，拆拆卸卸的手不生；二来可以免费参观大展，他们开了眼界，我也落个人情。具体事宜你们商量着办，不耽误大家时间。散会。格里士4个股东从古城带来了6个人，对展示会期间的工作做了明确分工。刘冰的情绪很好，他带了2个朋友来北京，或多或少都有些虚荣和炫耀的成分。叶晓明的心情则是另一个境地，他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种强烈的漩涡里，身不由己，茫然无措，不知道这个漩涡会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在场外公告栏和1楼大厅的公告栏各贴一份，3、4、5楼展厅的入口处也各贴一份。贴完以后赶紧回来，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反应了。董事长，咱准备一下吧。叫这么厉害，都这么差呀！哎，你们家那音箱不是要换吗？那你看看。降价了，哟3000多，1万多降了。哟，降这么多呢？这么大？哎呦，快去看看，走啊，看看走，去瞅瞅看一看。走。哎。有情况？什么事？格律诗公司刚贴出了公告，在展示会期间，格律诗的500对双组分音箱以批发价3400元、零售价3900元销售。这个价钱谁也扛不住。是啊，500对音箱很快销售一空。咱的店员和前后级工坊是推动格律诗音箱的黄金搭配机器。500的格律诗音箱能给咱们带来一笔几百万的生意。我马上向总部请示，在展示会期间，咱们这3款机器的价格下调3%，不能错过这机会。去吧。哎。又是红灯。哎，点灯了，快走走，好，快点。
果统一销售价格由原来的价格基础下调3%，下调3%。哇，这么低啊！限于本次活动期间。来走，走，赶紧去看看。看看去吧，走。路上慢点啊，注意点安全啊！快走吧，走吧。什么地方啊？这不成，掐，可不能在这说了啊！不成。卖没了，抢不着了！快点，抢快点！交钱了，交钱了都！还有。你好，我知道今天降价了，是吧？格列士音箱啊，我以前专门到他们店看过，当时的票价1万多，比2对乐圣旗舰还贵。你看现在的价钱，哎，你说他们能赚钱吗？嗨，买家没有卖家精，人家不会做赔本生意，只是挣多挣少的事儿。如果格律师卖这个价钱还能赚钱，那乐圣也太黑了吧！我到现在都还有点不敢相信。我本来也只是打算来看看，开开眼界就得了，可没想到居然会碰上这种好事儿。不过咱也别高兴得太早，好马得配好鞍吧。光那6套斯雷克功放就值不少钱呢，这一下斯雷克公司可发了。看，格律师这边刚一有动静，人家的家站广告马上就贴出来了，配合的多默契，是吧？对。安静，请听我们赵总向大家解释。那便宜吗？知道质量没有问题，请大伙儿放心。刘斌，来，你登记，我来发货。我正好歇会儿。照这个势头啊，咱这500多箱子1天就能走完。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有人摸了老虎的屁股，而且摸完了没给钱。董事会一致通过，决定起诉格律师公司，授权总经理赵青出任我方的代表，委托明华律师事务所的蒋汉臣律师为我方的代表。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疑问，都拿出来充分的讨论，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格律师事件的实质是2对箱子的价值卖了1对箱子的价钱，这个行为向市场输入这样一个错误的信息：乐圣是以1对箱子的价值卖了2对箱子的价钱，这势必要导致消费者心理不平衡，甚至对乐圣品牌的反感和排斥。乐圣将不再是最受发烧友信赖的品牌，过去所有的努力和荣誉都将被欺骗2个字重新注解。这就意味着乐圣旗舰可能会被淘汰出市场，也就意味着乐圣整个生产销售系统全面陷入瘫痪。企业靠的就是一块牌子，牌子倒了，跟着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根据我们收集的证据，可以认定，格力士公司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2项规定：一是以排挤对手为目的，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二是伪造商品产地。格力士公司以低于成本价销售的以乐圣旗舰套件为主要组件的格力士音箱，目的在于排挤乐圣公司，其行为指向非常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章第20条的规定，乐圣公司有权要求格力士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主要是证据。只要证据站住脚，胜诉就有把握。我们拆解了格律士音箱，从这款音箱的工艺和材料上看，单凭经验就能断定3400元的成本绝对做不出来。我们把这款音箱先后送到9个音箱生产厂家，
12位音箱制造行业专家、行业协会和技术检测部门分别进行成本评估，取得了23份成本评价意见书。评价结果全部显示，这款音箱的生产成本高于3400元，合理成本应该在4200元至4500元之间。据此可以断定，格力士音箱的成本绝对高于它的销售价。请注意，是绝对。我们的资产负债率在75%以上。我想提醒各位，谨慎，谨慎，再谨慎，务求必胜。这和资产负债率有什么关系？如果败诉，我们就会陷入困境。对于债权人而言，资产负债率越低，风险就越小。一旦我们失去了靠现有资产走出困境的能力，在债权人的眼里，75%的资产负债率就已经等于资不抵债。那个时候，退货的和讨债的一并而来，我们夹在债权人和经销商之间，腹背受敌，不会有半点人情面子可言。格力士音箱用的是咱们的单元套件，得罪了咱们，他们以后还怎么往下做呢？这不是自己堵自己的路吗？他们不必非用咱们的套件，用进口的，用其他公司的都可以。但是他们把咱们乐圣旗舰多年来在发烧友心目中货真价实的形象给彻底毁掉了，把格力士音箱质优价廉的形象竖起来了。我对成本评估没有异议，但对诉讼理由中的伪造产地一项感觉理由牵强。这与损害赔偿没有直接关系。有没有揭短骂街之嫌？而且这600万的赔偿要求有没有讹诈之嫌？这些处理不当，有可能贬损公司形象。伪造商品产地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禁止的行为。此项诉讼理由的意义不在于跟损害赔偿有没有直接关系，而在于辅助证据链，争取印象分，暗示和强化法官心理倾向。因为受格律师音箱价格的打压，我们现在必须要降价1半，才有可能被市场所接受。如果按每一对音箱1950元的损失来计算的话，那么仅此一项我们就损失了500万。另外再加上停产滞销所带来的房租啊、工资啊、机构无效运转，还有名誉损失费等等，我认为600万元的赔偿要求一点也不过分。从诉讼技巧上说，虽然诉讼请求是一回事，法院支持多少是另一回事，但是绝对不可不主张。从决胜策略上说，乐圣公司是叫牌的一方，格力士公司只能跟进，没有选择。600万的争议标的，对他们来说具有威慑作用。以他们那点资产，仅律师费这一项打赢官司也是破产，诉前就动摇他们的心理防线。当然，律师事务所也是高标的的受益者。我有一个疑问：乐圣与格律诗既无救援，也没有利益冲突，甚至从优惠价提供套件，以及志伟与叶晓明交往上看，两家的关系还很融洽。那么，格律诗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出于回笼资金的考虑，还是蓄谋已久？如果蓄谋已久，那就说明有战略上的考虑。那么他们最终的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们知道会被起诉，也知道会败诉，那就只有一种解释：逼你这种知名企业跟他打官司，道个歉，赔你10万8万的，搞个噱头讨好发烧友，以新闻效应提高品牌知名度，花钱不多，影响不小。但是这个事件不是10万8万的概念，即便按3个月诉讼期计算，直接损失也在300万，够他们破产3次了。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导致我们败诉，那就是他们的音箱成本合理。这个合理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非神即鬼。我们和法官都是无神论者，如果乐圣这次不是和人斗，而是和神斗，案子即使败诉了，也是虽败犹荣。格律诗事件，无论对方是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都已经把双方逼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我说过，乐圣公司只有矛没有盾，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因此，我对诉讼组做如下要求：一，以吃掉格律诗公司为目的，以损害赔偿导致他们一夜之间资不抵债为手段，
拒绝任何形式的调解，务求置敌于死地。2，在诉讼过程中要特别强调格律诗音箱的发烧级设计和苛刻的工艺，既表现我们实事求是的胸襟，又能更有力地说明成本，也为胜诉后运作这款音箱做铺垫。3，在报刊和网上大造声势，充分利用这个事件的新闻效应，提升乐盛的信誉和品牌知名度，进一步的巩固市场，强化乐盛公司在 HiFi 领域的权威地位。请问是格律诗公司吗？是啊。公司负责人在吗？我就是，我是公司的经理叶晓明。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我们是法院的。本院已经受理深圳乐盛音响有限公司起诉你公司不正当竞争一案。今天我们是来向你送达原告诉讼副本，还有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的。完了，完了！价格这个古老的经济杠杆发挥了它与生俱来的效应。叶晓明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怎么没人啊？怎么了？不舒服啊？来一下。你先看看。600万，这是往死里整啊！乐盛可不是好惹的，早晚有这一天躲不过去。林宇峰是中国 HiFi 音响界有头有脸的人物，那不是谁想碰都能碰的。格律诗不死，林宇峰的面子就拾不起来。丁哥呀，他是惹错人喽。这么大个事儿，你给丁哥打个电话，拿个主意啊！丁哥的意思还用问吗？砸锅卖铁也得打呀。可是咱打得起吗？600万的标啊，按15%的诉讼成本算，光律师费就是90万，咱跟不跟呢？别说咱本来就理亏，打赢了又能怎么样啊？丁哥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句过分的话，他呀是宰卖爷田心不疼。你是总经理，你拿个主意啊！咱呢，先不给他们打电话，回古城。咱先跟世杰商量商量，得咱们的意见一致了再说。这回，咱可不能再让丁元英牵着鼻子走了。你去备车，我跟小杨交代一声，啊。好，我听你的。回古城的路上，叶晓明一言不发。他心里想，丁元英这位高人都干了些什么？纯粹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不一样而标新立异。虚荣，说到底就是虚荣。他是带着一支游击队员在生搬硬套，按正规军作战，扎的架势好看，但根本行不通。就现在的情况看，还能回到起点就是最好的结果了。想到北京的公司，国外的鉴定，王庙村的农民，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一个笑话。师姐，师姐，师姐，谁呀？来了来了来了！哎，恁俩咋来了？也不事先通知一声。
出事儿了，走，去办公室说。谁呀？有事屋里来说吧。不了，妈，你先睡吧啊！我跟小明说点事儿啊啊，嗯。上哪儿去？600万，这可真够狠的。这个，先别说输赢，光这诉讼费就能活活把咱们给拖死。这官司咱打不起啊！这是照死里整啊！打输了是穷光蛋，打赢了还是穷光蛋。林宇峰是什么人物啊？那可是大风大浪里趟出来的，人家既敢捅这马蜂窝，那肯定就得有几分把握。那咱就真的没有一点胜诉的可能？乐盛没招咱，没辙咱啊！音响展这一把，咱是冲谁捅的刀子，他就是连傻瓜都看得出来。你就拍拍良心问自己吧，咱是不是不正当竞争？凭良心说，是。有些事儿啊，你不打官司是没人较真儿，一打官司呢就成了事儿了。像环保、童工、劳动权益保障，这些都是明面上的事，你捂都捂不住。你就是捂住了违法的这一头，你也捂不住音箱生产成本的那头。要不然你成本凭什么比人家低呀？当然，你可以跟法官说，那都是王庙村农民他们自个儿的事儿啊，跟咱没关系啊。但是，王庙村跟咱公司到底有没有关系，咱心里比谁都清楚啊。俗话说，真的假不了，他假的也真不了。啊，这法官他就是吃的这碗饭，还由得了你去耍这点小聪明？唉，这要是败诉了，那可就惨了。公司破产不说，还得欠欧阳雪一屁股债呀。这就是当初为什么刘冰他提出要让丁元英投资的原因。啊，这欧阳雪的钱跟丁元英的钱他肯定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咱不说了啊。总之，咱欠丁元英的钱可以欠着，但是欠欧阳雪的钱他就是不能欠着。败诉了，我损失7万不说，我还得欠欧阳雪替我垫资的18万呢。18万呐，兄弟，我哪年哪月才能挣得来呀？我哪年哪月才能还得清哦？败诉了，我还得欠欧阳雪13万。操！跳楼吧！世界还能比咱强点，只欠欧阳雪3万，咬咬牙，好歹还能还上。你说这个丁哥也不知道是咋想的，他净玩悬的。本来这么做着挺好的，非得玩个什么花样，好像不玩花样就显不出他是高人似的。败诉了，这丁元英没有丝毫的损失，不连筋不带肉啊。这情况就这样了，咱说咋办吧？我的意见呢？求和。求和？丁哥你还不了解，他不会同意的。他既然做了，他就没打算求和。问题是咱现在还需要他同意吗？也是他自己说的呀。咱请他说话，他就多句嘴；咱不请他说话，他就闭嘴。咱这是小本生意，经不起他这样的高人耍大牌，咱玩不起呀。求和也不能2个肩膀扛着一张嘴去，你总得有点表示啊。我想，10万块钱是一大关吧，表示一下道歉的意思啊，给乐盛呢一个台阶。我毕竟做过乐盛的代理，多少呢还有点人缘。这成不成的，咱起码得试试吧。试试可以啊，我看希望不大。看这阵势，这乐盛公司是要把格力士往死里整。求和就等于是跟丁哥决裂了。这欧阳雪是控股方，以后这关系还怎么处？如果求和不成呢？那怎么收场啊？
能处就处，不能处也不强求。要是求和不成的话，咱退股。退股？这退股可没那么简单呐！这公司法规定，不能抽逃资金，只能转让股份。如果欧阳雪不同意，没人收购，那咱退给谁啊？那他也得讲理吧？是谁的决定导致了公司今天的局面？当初咱就反对，可是他欧阳雪就是不听啊！啊，现在让咱跟他一块儿去承担这后果，合理吗？那咱可是把这欧阳雪给坑了。哎，是丁元英把他坑了，他找丁元英讨说法去，跟咱说不着。此时此刻，这些刚扒上警沿的人，以他们的认知能力，无法看得太深太远，眼前的利益是最重要的。那好吧，我同意。我也同意。那成，咱现在就去找欧阳雪，马上召开股东会，据理力争。如果他拒绝求和，咱当场退股；如果他同意求和的话，师姐，你马上去买明天的机票，我跟他去深圳啊，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登门道歉，够规格了吧？刘冰，你到北京去守摊子，一旦接到求和失败的电话，你立马带上公司的手续回古城，那咱可就得摊牌了，咱不能坐着等死。好，只能这样了，就照你说的办。走，走，走。开门！谁呀？谁呀？找谁呀？哎，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欧阳雪在吗？哎呀，都睡了，这么晚了。我们有急事找她，麻烦你给叫一声吧。哎呀，行，等着吧。谢谢啊。董事长，怎么了？乐盛公司把咱给告了。到我办公室说吧。